Hello，大家晚上好。哎，感谢我的主持人。那我今天就大家都可以放松一点。等下我分享结束之后呢，如果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来跟我一起互相交流一下。那在这边先就是问一问大家，哎，你们有谁是有听过好业的吗？还是然后没有，有谁又是没有听过好业的？OK，那我要做一下市场调查，好不好？那如果你听过这个好业，就是我啦。OK，这个频道的话，就给我打一个一好吗？给我打一个一，就是在你的这个 chat 那边打一个一。OK，那没有听过的朋友也没有关系。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啦。刚才我们的这个林强先生也有说到，我是做这一个 YouTube 频道的。那么我的频道呢，主要是会分享一些关于个人成长的知识。OK，所以我会讲用一些心理学来解说一些个人成长，所以我的频道呢，通常都是用这个动画来呈现，因为我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欢动画，所以我喜欢把一个学到的东西就总结起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解释给大家听，然后用比较有趣的动画来呈现。OK，那我也废话不多说，看到大家蛮多人认识我，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OK，那我废话不多说，就来分享我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一个主题，好不好？OK，那今天要分享什么呢？今天呢，我将会和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一个心想事成的这个主题。OK，心想事成的主题。那在这边呢，我也是想要问一问大家这一件事情啊，就是心想事成。那你们在座的各位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特别想要去完成、特别想要去做的？那如果你的脑海中有一件事情的话，就给我打一个 yes。那还没有的话，可能就给我打一个 no，或者是 no yet 吧。OK，我看一看大家是不是有那种积极的态度。那我看到大家都非常的积极，说 yes 啊。OK，那我就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吧。OK，好。今天的主题就是讲这个心想事成。那其实呢，心想事成要达到这件事情，就非常的简单，只有3个重点而已。那今天就跟你们分享这3个重点是什么，所以你们要写下来啊，没有啊，要记住就可以了。OK，那这个重点就在于我们的意愿、知识还有行动。我们的意愿、知识还有行动。所以接下来我将会用我的故事来跟你分享，我是如何透过这3个关键来达到心想事成的一个状态的。OK，那我会先从一个一个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先从这个意愿来开始。OK，意愿到底什么东西是意愿？OK，那还没有解释这个意愿这个东西的话，之前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背景，好不好？那你可以看到这张图嘛，其实就是我的这个在大学时候的这一个图。那我在大学时候呢，就非常的青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穿着白衣的这一个衣服，就是很像Timmy 也是跟我读同样一个大学，就是在我们马来西亚的北方大学，所以看到这是我非常青涩的学生照。所以那时候呢，我其实是修读着一个叫做运营管理的一个科系 （Operation Management）。它主要的修读内容呢，就是以后呢，你出来就是做这一个工厂的流水线的仓库管理，还有物流啊，还有这些怎样去安排这个工厂里面的员工的一些东西。那跟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网络行销，还有这个做这个自媒体、做动画呢，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到非常神奇啊！我是如何为什么我读这个东西也没有关系，但是到最后呢，我却做了这个个人成长的频道，而且还做得相当的不错。然后呢，主要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呢，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我非常喜欢这一个个人成长的知识，所以我在其中学习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原来自己非常喜欢这个网络学习、网络行销这一块。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既然我喜欢读到一半路出家，喜欢读这一块，已经最后1年了，那到底我要放弃掉我的大学原本读了3年了，
然后去做新的这一个，去读新的重新读这个传播系、媒体系，那就已经浪费很多时间了嘛。然后那时候我就非常的纠结，因为我觉得我的家里也没有那么就是那么富裕，而且是蛮就是经济也是蛮那个贫穷的，所以我在想，如果这样做的话，那肯定是要是要啃老，要亏很多钱呐、所以那时候我就心想，哎呀，这样的情况下到底要怎么办呢？就在我非常难过的时候呢，我就陷入一个非常什么抉择两难的一个时刻，就是到底我就是要放弃掉自己原本做的事情，觉得不要浪费。既然我读了3年，但我就不要浪费。我出来工作后，我就往这一个领域、这一个板块里面去发展。就算我看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也不要去想那么多。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有谁是跟我一样啊，在那个时候呢，是有陷入过这种抉择两难的时刻？就到底要不要放弃原本正在做很久的事情，去追求另外一个好像刚发现的一个热情呢？那如果有的话，就给我打一个1。如果没有，就是一帆风顺，就是没有两难抉择的话，那就打一个2吧。OK，所以我们难免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都会有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抉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到底要怎么选择嘛，对吗？所以就当我非常难过，非常觉得我应该要认命的时候，哎，算了，这个就是你的一个什么发白日梦而已。我就看到我的偶像，这个偶像大家应该都有看过他就是这个 Gary Vaynerchuk。那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非常的活跃，然后我就在脸书看到他一段影片的内容，他这句话就深深的启发到我。他就说，任何的知识、任何的技能呢，其实都是可以在这个网络上学得到的。所以呢，现在这一个每个人都手上都有一部手机的时代呢，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你的背景啊、你的家庭啊、你的环境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不想要前进，害怕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一个梦想、一个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有可能会失败，然后你就讲这些我的家庭不好，我的这个背景不能这一个借口。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种自我限制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是因为他这一句话就启发到我，这样我就开始自己，既然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就去网络上学啊，我就去学怎样做影片，怎样去做这个动画，怎样去做设计，怎样去经营 YouTube 频道，还是怎样去做这个社交媒体等等的。所以就这样我就开始了我的这个频道。然后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学这个个人成长的这一个内容，然后也因为这样呢，我就发现到一个频道，就是我很喜欢提升自己，然后就看到这个频道叫做 Practical Psychology。那主要呢，这个频道呢，它就是像跟我一样，用这个动画的方式来呈现各种关于说书啊、个人成长方面的知识。也就是因为有他，才有我的这个频道，所以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他的频道基本上他每做的一部影片我都会去看的。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在讲他的这个内容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叫做 "Produce rather than consume"。这句话的意思叫做摄取，倒不如去创造。然后这句话他就启发到我，就说，其实我们创造啊，比起我们每次摄取，我们每次去看，每次去 enjoy， 它给我们带来的那一个快乐是更加大的。既然你那么喜欢这样东西，每天去看它，倒不如你自己来去创造它，来去雕塑它。那么我们得到的这个满足感，这个幸福感，会比起我们一直不断的去摄取，是高上很多倍的。所以，既然我自己那么喜欢用动画的这个方式来呈现，这样喜欢这种个人成长的这些知识，就是想要提升自己，想要得到启发的这些知识，不如我自己来做。所以就这样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意愿我现在那时候就非常强烈的意愿，我想要做这一个东西，
这个个人成长的频道，然后再加上这些有时候看到一些启发，就是 Gary Vee 他给我的启发就是任何技能都可以在网络上学得到，所以就这样的一个信念，我就找到了一些软件，找到了自己去摸索去学，然后就很自然的我就把那个频道给做出来。那当然现在是讲有可能有一点马后炮，但是呢，在最初的本质、最初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有这一个意愿，所以我的意愿呢，它带着我去找方法，去找正确的道路，去把这个东西给去呈现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意愿，它是我们能不能达成一件事情最关键、最初的一个本质。OK， 所以呢，在这个时代啊，其实资源一点都不是那么匮乏，那关键就在于你有没有足够的意愿去完成这件事情。OK， 所以呢，在这边第一点就是要讲的，我们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目的，才能够把一件事情给做好。因为你的目的呢，会带你去找这些方法、这些知识，来去达成这一个目标。OK， 所以大家有学到吗？有的话就给我打一个1吧。OK， 打一个1。OK， 好，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意愿有时候人家会说，哎呀，意愿到底什么东西的意愿啊？我找不到我的意愿是什么。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的去问一问自己，你想要的是什么？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开始，就是可能你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喜欢跟别人接触吗？你喜欢做某一些事情吗？你的一些兴趣，这些方面都是可以让我们去探索的一个方向。又或者说，你有什么使命？你有什么？你想要帮助谁？然后帮助的那个人是不是会给你带来那一种热情、那种开心、那种激情？这两个方面就是可以让我们找到自己想要做的这个目的的一个方向。就因为我做了这个频道，我觉得我的这个频道的使命就是在于，我想要用知识去启发更多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使命。所以当我迷茫，当我看到一些诱惑的时候，我每次都会回归到自己的一个初心，也就是我的使命。我想要的是启发别人，所以任何跟这些东西没有关的道路，我都尽量不要去做。那只要有关的，那我就可以很有干劲的去冲了。OK， 好，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OK， 好，那接下来呢，第二点就是知识，而且很多人就会觉得啊，读这样多书没有用啊，人家就是半路辍学，然后他们就做老板了。就是很多人会讲啊，班里面呢那些最差的学生呢，成绩最差的学生，在毕业以后呢，就会成为这些好学生的老板，那些好学生就会帮他们打工。但其实这一个点呢，只是一个谣言吧。所以我还是依然觉得，就算他们没有读书，这些辍学的老板，但知识依然在他们这一个创业的道路，或者是他们成长的道路，形成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重要性。OK， 那我就跟你解释为什么？因为呢，只有我们掌握了知识，才能够停止瞎忙，把一件事情给做好。因为当你想要做的时候呢，你有这个意愿，但是如果你没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这个方向，那么再怎么去努力，也是就是事倍功半，就是做了很多事情，可能就没有达到那个结果，因为你没有掌握相关的这个知识。OK， 好，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呢，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图啊，这个是一个在世界第2次大战的时候呢，德国呢就有一个军官，这个指挥官啊，他是非常高职位的，他叫做这个 Heinrich von Manstein，OK， 曼斯坦啊，中文。那他是非常厉害管理这个军队的，所以在战场上呢，他每次经常都是打赢战的，所以他在历史上非常非常的出名。那曾经呢，他就在他自己的这个回忆录里面呢，就有写到他是如何
每次打仗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帮助他打仗打到那么成功。那基本上啊，他就会把这些军官呢，按照努力，或者是懒惰，或者是努力、懒惰，或者是愚蠢、聪明这4种一个分类，变成这4种类型，安排给他们不一样的这个岗位。所以在军队里面呢，他通常呢都会把这些人分成4种。第一种呢就是懒惰又愚蠢，那么这样的军人呢，他基本上就不会理会他们哦，他也不会去用他们，因为他觉得他们对这个军队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而第二种人呢，也就是聪明又努力的人，那么这一群人呢，他就会非常重用他们，他就会把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们做。然后因为这些人很聪明，然后又很努力，所以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执行到很好，所以整个行动就非常顺利。那第3种人呢，就是懒惰又聪明的人。你知道这种人啊，最适合做什么啊？就最适合做这种指挥官、做老板、做这种高层的职位，因为他们可以找到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去完成最困难的任务。第5种人呢，就是愚蠢又努力。那么这一种人，你们知道要怎样去就是把他们放在什么职位吗？其实呢，他们是应该要被炒掉的，应该要马上开除他们。因为呢，这些又笨又努力的人呢，他还没有开始打仗呢，他就已经累盖风啊，就是去连累了很多其他的士兵，所以做了很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让很多人就累死身边的人。所以还没有开始打仗，大家都已经消耗完这个精力了，所以就非常危险，我们要开除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努力的迷失。我们一直以为呢，努力啊就能够成功，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我们每次一直很努力啊，很像拼命三郎这样啊，就是在这些错误的方向那边努力，那么怎样做也是得不到这个结果的。OK。所以在这边也是想要问一下大家，你在生活上呢有没有遇到过这第4种人呢？就是每次很努力啊，然后但是呢他总是又很想扯后腿，但是你又不忍心去怪罪他，因为他又不是故意的，是吧？如果有的话，就给我打一个有吧，打一个有字吧。还是你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瞎忙的人呢？那相信各位应该都不会是吧？OK， 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喝一口水。OK， 所以呢，不管呢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好了，都要知道知识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知识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只有透过掌握知识呢，我们才会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所以当我们有了知识以后呢，我们就会更加清楚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做，以及怎么做才可以做得更好。OK， 这样就可以停止瞎忙了。就很像今天你去学考车啊，好像学开车一样嘛。你一定要先了解汽车怎么运行啊，然后驾驶规则是怎样的，然后转弯要看哪里，遇到红绿灯的时候要怎么办，这样我们才是一个合格的，还是一个优秀的驾驶员嘛。所以同样的道理，像我在做这个自己的频道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在做这个频道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不是说，我今天我要做这个 YouTube 频道，我马上就去快点做，而是先去了解一下整个模式到底是怎样的。当我了解了，原来影片好是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要怎样做到影片好，怎样把这个频道给经营好，这些知识我是不断透过了学习，不断的去学去提升自己，那么我才可以把这个东西给经营好。所以知识呢，它掌握的层面就是在于你能不能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有了知识，你才可以把这件事情给做好。不管运用在销售，还是投资，还是其他就算是很像什么两性关系，就是你跟你另一半还是家庭关系，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些人他家里就经常会陷入争吵的状况。
就是他不懂怎样经营好一段关系，怎样经营好一段婚姻，因为他没有去了解，他以为我今天跟这个人结婚了，这样就结束了，他没有提升自己这方面的这一个知识。OK， 所以任何东西都跟知识是有关系的。OK， 好，所以很像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小故事啊。OK， 那在这边呢，其实我在经营频道的时候呢，也是最开始啊，很多人就是最艰难的，因为你没有认识啊，没有人认识你嘛，所以也没有人帮你做推广。然后我又不是刘德华，我也没有刘德华这样的一个朋友来帮我推 ，OK， 所以影片做好呢，通常呢我都是非常兴奋的，就是很期待哇一炮而红，然后就会等第一天哇，你就会幻想有1000个 views， 然后第二天有可能就是十千个 views， 然后第三天10万个 views， 然后接下来就会想哇，可能有这些厂商一个一个接着来，然后很像电脑啊、拍摄器材啊、椅子啊，全部都不用自己买了，等着这些干爹 donate 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很多做这个频道他们的一个幻想。但事实上呢，其实我在做频道的时候呢，第一个看的就是电脑上的我打开电脑去看自己的影片。那第二个就是在手机上的我，就打开手机也是看自己的影片，所以就有2个 views。所以过后可能叫了一些朋友来帮忙看一下，也是很少人看到的。所以这时候呢，如果有人很经常刚开始频道的人，通常都会有像我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抱怨，就讲：哎呀，为什么 YouTube 不帮我推啊？明明我的影片拍得那么好，然后为什么那些每天在发这种 prank 啊、废片的小屁孩们啊，他们的点播率哦，爽爽就来一个几十万这样，这样对我一点都不公平，对吧？所以你就会开始讲啊，反正都没有人看，我就是不适合做这一个行业，这一个 YouTube 的这个料，所以还是算了。所以很多新手就做了1-2个影片上载上去，没有人看，他就觉得自己是做不成，反正也是玩玩而已，所以放弃就几秒钟的事情而已。所以在这时候呢，我想要提出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什么概念 ？OK， 这叫做成长型思维。那你有看到这一张图啊？这张图呢，你看到一个家在火灾啦，那其实也是有写在我的新书里面。那我的这本书里面有记录过我过去的一些事情，我的一些成长的经历。那其实在我10岁的时候呢，我家就有发生过一次的这个火灾，所以那时候呢，我的家又是用这个木板屋来做的，所以当时候晚上就突然火灾，然后我们全部人跑到这个街道上，所以这就是那时候晚上的这个场景，我把它给画出来，就有写在我的书里面。所以我的家就是一夜之间就因为这大火就被烧掉了，所以那时候就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家园。然后我的成长经历就会以前我会感觉自己有很多的不幸，因为我在5岁的时候呢就有经历过很像被这个重型机车给撞到，然后我就在医院住了3-4个月，然后就有一些后遗症，然后医生就跟我讲，就是你的脚以后可能就是走路没有这样方便，但是我现在还是可以跑马拉松。对，然后我在这一个中学的时候也是有经历过，很像跟我们的有族同胞就打架，然后打到这个头破血流，所以我就是感觉上我的人生就很经历过很多的不幸，为什么总是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就有因为一本书来启发到我，就是卡内基的人性的弱点，他就有说到，其实最可怜的人呢，就是那些每天可怜自己的人，所以这种就是受害者的心态。所以以前的我很喜欢进入一个受害者的心态，我有一种受害者思维，我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对我非常的不公平，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可是因为有这本书，它启发到我，就说我们要具备这种成长型思维，就是你要相信自己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你自己是可以掌控自己要做的事情的。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心态，所以我的也是在这个掌握知识里面非常关键的。就很多人会很喜欢抱怨系，就是因为他没有具备这个成长型思维。因为成长型思维的人呢，我们会专注在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是什么，而不是专注在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就是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去学习什么，我可以主动的去弄些什么东西。那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就是这些外界的因素，你的这些你的这个环境，你的这个国家政府还是经济等等，这些是你控制不了，但是你自己可以控制什么？你可以选择你的环境，你可以选择自己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这些都是我们的选择。所以我每次会跟大家讲，我们的在生活中总是会有很多的选择，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踏出这一步而已。OK， 好，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不管做什么事业都好，我在做经营频道的时候也是有一些主动出击的方式，就是我做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来增长我的频道。那我觉得不管是你有没有经营频道，你都可以把这几个方法运用在你的这个事业上面。那我相信大家做业务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我就跟大家分享我是怎样经营频道做业务的。OK，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在做频道的时候呢，同样我跟大家一样做业务，可能就会有温暖的市场。温暖的市场就是我们的亲友、朋友、同事这些呢。OK， 就像大家做业务一样啊，就是会去往这个温暖的市场去发展。但是呢，我会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一个底气，你有没有那个信心，去跟人家讲你的这一份事业？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不够信任他，或者是你没有把它给做好，所以你不敢跟别人讲你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在做这个经营频道的时候，我是非常认真的去发了一个短信给我的所有认识的人。所以这时候给大家看一下我当时候写的这个短信啊。所以我就跟他讲，我是 Justin， 那小弟呢目前正在经营这一个个人成长的 YouTube 频道，里面会提供有关于一些心理学还有个人成长的内容。我想要把它启发到我自己的知识做成影片，来影响更多的人，同时也提醒着自己。那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帮我订阅一下我的频道？那如果可以的话，也给我的频道提供一些建议，让我可以做得更好。感谢感激。OK， 所以当我发这个频道给我朋友的时候呢，大家看到他们就会感受到我是在认真的做这件事情，而不是随随便便说，帮我订阅一下我的频道，我最近在做 YouTube， 谢谢大家。那如果你这种态度没有很认真的去说的话，人家会觉得你只是一个人玩玩而已，没有就是3分钟热度。但是如果你认真的跟人家讲，人家会非常的敬佩你、尊重你，他觉得你很有勇气去追求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就算呢你做的这东西是他不感兴趣，他也愿意去帮你去完成你的这些目标。所以嘛，就是当你认真的时候，人家才会对你认真。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就是这样，我的就是因为这个发了帖子，所以就帮了我初期的时候就很好的这个发展。OK， 然后呢，第二个方法就是消费场所。那很多人做业务都是会忘记掉这个消费场所。Where you spend the money, tell your story。你在哪里花钱呢？就在那里传播你的故事。就很多人都没有好好利用自己的一些已经存在的资源啊，就是这些消费场所，你经常去理发店、咖啡厅、社团、俱乐部等等，这些服务你的人呢，其实更愿意来帮助你。OK， 因为你要求他不会抗拒你嘛。OK， 那如果你今天做 MV 还是什么？你今天去跟你的这个理发师讲你做 MV，他
他不会拒绝你的。所以这个也是我经常会做的地方就会有去到这些消费场所，就跟他讲，哎，我在做这个频道 ，OK， 可以帮我订阅一下，然后看一下，分享一下 ，OK， 这就是一个秘诀。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的社交联系，也就是这个网络的，就有像 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Line 或者一些 Club， 我觉得你们应该很多都有一些社群啊，或者是一些团体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让我们去分享我们自己做的这个事业的。那当你去分享你自己做的一些事业的一些团队一些经历，你去给人家提供价值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一个工作能见度就会提高。因为当你在提供这些很有价值的资讯或者是一些方法，别人呢就会因为你得到你的价值而想要反馈回你。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社交联系的里面呢，我们要先提供价值，然后再要求这个回报。所以这也是我做影片的一个原则。所以你看我的影片，我会跟你讲书怎样去这里面有什么方法，就是很精简的一个方式。所以到最后，可能我卖什么东西，我到最后才会卖，那你很心甘情愿来跟我买这个产品。最后第四就是协作共赢啊，就是和其他人一起来合作，所以在同行里面也是可以互相来学习的。那这边我也经常会跟其他的这些创作者来互相交流和学习。OK， 那最后呢，也是一样，有什么平台是可以让你宣传，让你去提供你的一些作品，让更多人的机会看到的。所以我经常都会做频道的时候，也会经常投稿，就是投我的影片到一些媒体平台，让更多人看到。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积极主动的一个心态呢，所以我做了这5个东西，所以在有一次呢，就突然间有一个媒体他就报道了我的这个影片，然后我在那时候开始呢，就那个频道就增长得非常好，所以到现在为止呢，都每天都会有300到500个人就是订阅我的这个频道，而且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一直从那时候开始有这个媒体报道过我之后，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幸运而已？但其实是我主动出击的一个结果。那如果我没有做这5件事情的话，那应该我很早就会放弃在一开始的阶段。所以这就为什么知识这样重要，知识让你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做。OK， 这知识的重点。OK， 好，那我们说完了知识嘛，最后就是行动了。有知识没有行动，那就是一个聪明人，但是没有结果的人。所以呢，你要记得就是你的行动必须搭配起你的这个梦想。OK， 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工程式也就是技能等于意愿乘以知识。那如果你掌握技能，你掌握意愿，掌握知识，那你顶多只有一个技能而已。但是呢，如果你愿意用你的技能来付出行动，你就会有所成就。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很多人很聪明的，但是呢，他们就没有成就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去付出这个行动。所以嘛，目标只是给我们一个方向而已，但是呢，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有所行动。OK， 好，所以这边是我写的一些小语录，就是非凡的行动才能创造非凡的成就。那其实呢，我在刚开始做频道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我那时候的做频道就是一开始我又要读书，然后我过后读完书过后就来实习，就非常的累。OK， 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呢就是我在槟城实习的时候塞车的这个画面。我真的是很讨厌塞车，所以呢，我那时候工作嘛，要做频道工作，所以我早上7点起床，然后就梳洗去吃完早餐，8点开车到公司上班，然后工作大半天，到晚上6点下班，
然后再开车塞车，再塞到回到家，8点，差不多7、8点，然后冲凉吃饭，已经9点了，已经很累了。虽然距离12点还有3个小时，但是已经很累了，我不想做影片了，我也已经做不下去了。所以意志力不好使，精神不能集中，所以也不能把那个产品给做好。所以当我发现这个现状的时候呢，我就马上做调整，因为我意识到，很像我刚才跟你们讲的，7点起床，7点起床吃早餐，上班塞车，到下班塞车，回到家累睡觉，这个是一个平常人，这一个是平凡人的一天来的，它是不会给你带来不平凡的结果。所以呢，你要怎样才算是一个不平凡的行动，不平凡的非凡的行动？也就是我把我的这个起床的时间从7点调到5点，所以当我的这个邻居啊，我的室友啊，他们全部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开始摸黑起来去做工，因为我觉得早上的起来没有人吵，那个精神状态非常好。所以我就5点到7点的时候就开始去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很像写作、写内容，然后去做这个动画的呈现，这些创意性的工作就在最早的时候，那个专注力最高的时候去完成。然后等到7点做工回家之后呢，我就开始来制作录音、上字幕，又或者是做一些上载影片不用动脑的这些工作。所以呢，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还是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做好，因为我付出了非凡的行动。但这边你要跟大家讲一下，非凡的行动并不是讲你要付出很10倍的努力，而是呢，你要想一想，哎，你的现在的做法有没有跟其他的人，平凡，就是不是平凡的人，就一般的人一样？那如果是一样的话，那要怎样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呢？所以我在这边，我只是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方式而已。而且我晚上11点就睡觉了，只是我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方式、自己的做事方法，这样我就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说非凡的行动带来非凡的结果。所以这个就是我要讲的这个最后一个点，就是行动要付出非凡的行动，要看你现在做的东西是不是跟别人一样，那一样就是一样的结果，那不可能不一样的结果。OK，所以呢，这个就是最后一点。那其实我今天分享呢，其实差不多到了结尾。那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讲了什么？心想事成。OK，心想事成其实就是这3个点。意愿负责我们想要做，我们想不想做？有想要做过后呢，我们要不断的去掌握知识，去提升自己，让自己可以做得更好。那有了知识以后呢，最后的就是我们的行动。有了行动，我们才能够就是可以把这个事情给做好，给做成。这就是我所说的心想事成，就是那么的简单。OK， 那最后也是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啊，都会有好几次重生的机会。就像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李笑来，他就有说过，7年呢，对于他来说就是一辈子。7年对他来说就是一辈子。如果你觉得自己现在有时候有点迷茫，缺乏动力，反正做什么事情就觉得做不好、做不成的话，那你可以审视一下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心想事成的这3个部分，也就是你的意愿、你的知识以及你的行动。那审视过后，你就可以重新开始，重新出发，那么就可以过好我们下一个7年的一个新的生活。OK， 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听我这个分享。那我也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启发。OK， 谢谢大家。